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俄乌冲突呢已经持续了1年，美国的国防部仍然是紧盯中国。美国防务咨询机构防卫1号最近采访了美国各个军种的高级官员，制作了一个2023年美国军事展望的专辑。从国防部高层到陆海空天和陆战队纷纷把中国作为首要目标，并且以此为借口展开武器装备的采购和部队的建设。从这张专辑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发现美军面临的问题似乎还是挺麻烦的，不但是装备研发采购不顺心，更重要的是肯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按说呢，旷日持久的乌克兰战争看不到尽头，人们的关心焦点应该集中在俄罗斯和欧洲。但是在美国，拜登政府、军方领导人、国会两党和美国的安全机构还是更加担心中国。各个军种正在制定计划，准备人员和武器，打算和中国开战，并且要取得胜利。这些军种负责人呢，公开把中国挂在嘴边，肆无忌惮地把中国列为整军备战的目标。美国海军一直在为更新舰艇向国会要钱。2023年的造舰计划可能要泡汤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，海军新计划中有3个备选方案，无论哪一个需要的钱都比过去的5年平均水平多23%到35%。所以呢，国会不同意海军大规模的退役老军舰，而海军则表示维持老船就没钱造新船。在2023年，国会和海军还会因为这件事打架。美国空军的2023年开局就充满了讽刺意味。F-22战斗机首开击落的是一支中国的失控的民用气球。可能呢，美国空军自己也不好意思，所以空军参谋长布朗表示，他认为与中国的冲突不是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。美国空军要想和中国打仗，和过去20年的西亚直岸战那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。所以布朗呢发明了2个概念：灵活作战运用和多能力飞行员。要创建一支更轻、更瘦、更敏捷的部队，要能够从分散的太平洋岛屿基地出发打仗。至于2023年的钱怎么花，首要项目呢，当然是 B-21轰炸机，还有所谓的有人无人联合作战系统。布朗特别指出，无人机的操作平台未必是 F-35。他说你能从 KC-46 的后舱操作无人机吗？你能从E-7预警机的操作吗？我们正在考虑。美国陆军呢，在2023年的主要活动是在纠缠中国中找存在感。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·福林说，我们要么动态部署，要么永久部署在韩国和日本。我们在泰国训练，然后前往菲律宾，接下来我们将跳到印度尼西亚，然后跳到澳大利亚，然后再跳到日本。通过这些路线，我们可以剥夺中国的时间和空间，争取预警时间。他能不能搞完这些演习呢？目前还不知道。但是美国陆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人肯当兵呢。2022年，美国陆军的实际征兵数量比计划少了15000人，也就是整整一个陆军师没了。为此美国陆军今年要搞一系列大规模的征兵活动。其实呢，陆战队才是对华战争中头一个可能会挨揍的。按照陆战队的副司令史密斯上将的说法，任何一天都有2万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，也就是在西太平洋活动。但是陆战队在2023年的首要任务不是前进，而是撤退，把部署在冲绳的大批机关家手后撤到关岛，留在冲绳的第12海军陆战队团改编成一个滨海团。最后呢，是太空军。这个新军种的人力扩充已经减速，2023年只增加了200人。但是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呢，太空作战的总监萨尔斯曼表示，已经把中国确定为一个快速威胁。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具备反卫星的能力了。太空军虽然人不多，但要钱不少。2023年，太空军申请了245亿美元的经费，比前一年增加了近30%。相信
这会成为美国的军火商们，包括马斯克追捧的新甲方。看过了美军的这些想法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似乎没有任何一项涉及到在东亚地区的兵力的大规模的部署。看来啊，美军上层心里是很清楚的，嘴上硬一点不要紧，把大部队放到解放军的射程以内，这种事情是真的不能干喽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